日游戏倒数，倒计时23小时59分53秒。我这是重生了。江寒，别以为有2个臭钱就了不起，每个月给我20万，很多吗？要不是维护你的尊严，我才不会收你钱。把钱直接打我卡上，我现在不想见你。上一世，末日游戏降临蓝星后，世界秩序崩塌，人间如同炼狱。倾尽所有，将未婚妻李如烟捧上神坛，却在订婚当日，亲手掏出心脏送给了男闺蜜。容我一世，你达标死原点。这次我要独自登上神坛。滚！证据我都发给你，他拿了我多少，给我全都要回来。末日即将开服，我可没时间跟绿茶婊纠缠。我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：末日开服前10分钟会短暂开启充值系统，在此之前，必须筹集到足够的资金。如烟，最近有款游戏《末日》特别火，我觉得是个商机，准备开家工作室。只是这手里……没事，江寒每个月给我20万零花钱，一会儿他把钱打过来，你先拿去用。如烟，你果然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。要不是你已经有男朋友了，我真想……其实我还没答应江寒。如烟，你看看江寒把钱打过来了吗？嗯，江寒，你不是说……怎么会这样？如烟，删了！他怎么敢？他怎么敢的？江寒，你以后就算跪下求我，我也绝对不会再原谅你，绝不！江寒，我的好弟弟，你终于肯卖股份了。之前忽悠他那么多次，死活都不肯卖，现在怎么突然主动上门了？你放心，堂哥我绝对给你好价钱，10亿，现在就签合同。20亿，少1分，我马上走。哎，别，有事好商量。20亿就20亿。哼，给你10分钟，搞定所有手续，钱打到我的账户。江寒，以后就安安心心做个有钱的可怜虫吧。江氏集团以前是你爸妈的，但此刻开始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哼，等末世降临，谁才有资格俯视谁，咱们拭目以待。前世的遗憾，从此时开始，我要全部逆转。末日游戏加载中。欢迎来到末日，目前为内测版本，距离公测还573秒，请玩家选择初始职业。前世我选择做一名骑士，守护在柳如烟身旁。狗屁骑士，就是个舔狗。这次我要选御兽师。前世御兽师起初是一个并不被看好的职业，直到游戏中一个顶级公会仗着人多势众欺凌一名神级御兽师，结果那人带着神级御宠暗渊巨人，一人一龙，杀得顶级公会土崩瓦解。这番壮举直接奠定了御兽师最强职业的名号。职业选择完成，请设定你的游戏昵称。叶寒。果然，游戏的走向并没有改变。请输入你要充值的数额。拉满，必须拉满！恭喜玩家充值成功，配额22亿金币。成功了！凭借这手超能力，这一世我一定能走到最高点，将前世那些举一国之力培养的至强者踩在脚下。恭
恭喜你叶寒，由于你是第一位充值的玩家，并且单次充值超过1亿，已解锁为隐藏职业财神强势。当前职业御兽使财神。嘿，充钱还能解锁隐藏职业，意外之喜啊！职业财神，天赋1，财源滚滚1级，财生财。一起，玩家所抽会给你精品和乐趣。天赋3，无夫齐天1级，幸运值10，美丽值1级，魅力值加50，天赋5，财神之力1级，每花费100万金币，随机手动加1，每日上限100。不愧是隐藏职业，随便一个天赋就够逆天了，竟然给了5个！系统公告，距离末世正式降临还有59秒、58秒、57秒，距离我们正式降临还有31秒。末日终于要来了吗？正式开服，蓝星上凡是年龄16到45岁的人都会被强行带入游戏中，世界从此刻开始将会迎来巨变。那么接下来就是搞定那颗隐藏副本中的神级御兽蛋，正式踏上神级御兽师之路。这是给老子赶哪儿来了？还是国内吗？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哎，我尼玛不是在撸串吗？撸串呢？欢迎来到末日游戏，游戏规则请玩家自行探索。游戏时长上限设于6天23小时59分。游戏时长是什么鬼啊？难道在这之前不能退出游戏？这是非法拘禁，我要报警！长官们也都被拉进了游戏，既来之则安之，1周而已，就当包宿了。来，我带队开干！组队组队，3等1，来个暖！周涛，还好你在我身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天赐良机，这游戏连充值入口都没有，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。我周涛也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，就算是富二代又怎么样？我早晚把他踩在脚下。坐落在新手村最外围，至尊殿堂，末日中的顶级势力，其中不乏神级 NPC。玩家100级后能开启在此雇佣 NPC 的资格。年轻人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尊敬的大魔导师，我帮你找到前些日子丢失的物品，今日特来送还。那个确实像老夫所丢之物，恰巧2楼执事阁有我一位老友，好像也丢了些东西，你上去。只是2楼吗？顶楼战神阁接待至尊 VIP 一位，100级都退下，神级您随便选。老夫梅尔兹，从现在起，24小时内听你差遣。我们接下来去哪儿？嘿，雇佣神级咒术师花了整整3亿金币，当然要物尽其用。前辈，不知你听没听过巨龙巢穴？不要追我！我操！我操呀！这是给别人电话号码打出来了，科技绝对开了！经验加75加75加75，恭喜你等级升至10级，首位到达10级的玩家获得称号1日千里。系统公告，玩家叶寒突破10级，开启等级排行榜，排行榜第1名叶寒10级，华国；第2名暂无，第3名暂无。开服不到1天，一直猎杀精英怪物，才勉强3级，竟然有人直接到了10级。我宇宙第一的朴居软都才3级，华国怎么可能有人到10级？作弊，一定是作弊！ bug， 可恶的华国人，肯定是卡了 bug。你的实力得到光明神的认可，经验获取加5%。史诗级经验类称号，不错。前辈，等级够了，
出发。开！你已踏足隐藏区域巨龙巢穴。隐藏副本果然就在这新手村当中。前世有玩家偶然发现这儿，并在付出极大代价后得到一颗神级御兽蛋。可惜那人不是御兽师，将御兽蛋转手卖掉，却刷新了末日单品最高价。好强悍的气息，神级巨龙，你莫不是要我？前辈，我在外面等你，我只要蛋，不必击杀巨龙。那可是神级巨龙，我也得杀得了才行。受到生命祝福，生命属性翻倍；受到敏捷祝福，敏捷属性翻倍。咒术师这么稳的吗？行走江湖，最重要是小心。好了，可以进去了。这么猛的吗？我连龙的影子都没看到，就靠我险，差点让你坑死！快走！年轻人，合作愉快！至尊殿堂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。游戏时长上限2分，享受之回来吧。不愧是神级御兽，在生命精华的加持下，依然孵化了整整5天。不过这变态属性，一切都值得。昵称暂无，种类苍天巨龙，神级，等级1。嘿，绿色的小家伙，那以后就叫你小灰吧。今日的加入，要是能和叶寒组队，早就10级了，哪里像现在一样慢死了。听你这意思，嫌弃我们团队了？那就去找你叶寒大佬去，我们庙小，容不下你们这大佛。别误会，我朋友不是这个意思。切，明明什么都没做，就站在一旁蹭经验，还不知足，真把自己当公主了？你以为我稀罕？我能加入你们团队是看得起你们，我有的是钱，还怕找不到人带我？你这人怎么不识好歹？我们好心带你，就这个态度？哟，带我都几天了，才4级，比起叶寒来说，简直比蜗牛还慢。哼，那就找你的叶寒去，看人家搭不搭理你。哼，那是肯定的。毕竟啊，我不是你这种平庸之人，只要叶寒见到我，肯定愿意带我升级。滚！你们俩都滚开我的队伍！周涛，我们走，等叶寒带我冲上排行榜，看谁还敢小瞧我。喜欢欢迎叶寒，成功击杀试验 BOSS 炼狱魔龙，新地图开启，地图枫叶城，将在1小时后向玩家全面开放。哎，什么情况？我还在跟史莱姆周旋，大神已经干掉 BOSS， 开启新地图了吗？叶寒大神为我！我要去枫叶城，只要找到叶寒，绑上这条大腿，我一定能把其他人狠狠踩在脚下。1个小时后，玩家就能自由进出枫叶城，到时候这里将会成为最火爆的商业中心。哼，在这之前，先拿下几条商业街再说。您成功购置西城商业街，城主授予您1等公民身份，获得城主好感，获得额外经验奖励。恭喜你等级提升至26级。系统公告：恭喜外部玩家叶寒成功购置房产，获得1等公民身份，称号榜开启。什么玩意儿？买房子就是1等公民？这逼游戏这么真实吗？分配老婆不？我们是几等？3等吗？哼，连3等都算不上。刚才 NPC 骂我畜生都不如，纯纯马楼。操了！现实里当马楼就算了，游戏里也是马楼，狗策划咋想的？哪来的策划？这游戏来历连官方都没搞清楚呢。
小七，还没有查到叶寒的消息吗？这人出生在9527新手村，推断应该是个江城人，其他暂时不明。末日降临已经导致多个国家陷入混乱，首长命我们尽快调查清楚。能在这么短时间断层领先所有人，他一定知道些什么。游戏时长即将到达上限，江城那边继续派人打探。明白。恭喜你，等级提升至36级，游戏时长上限剩余20秒。来了，末世终于开始和现实融合了吗？游戏时长上限剩余10秒，剩余5秒，游戏时长上限剩余1秒。提升人与需要提取的技能。提取召唤术，召唤术。啊！我操，起猛了！咋在现实里看到属性面板了？这他妈末日真的降临现实了？那诡异生物会不会也跟着过来？完了，这回真的成末日了！别人恐惧，我兴奋，我们平民翻身的时候到了。提取被刺激的，明天就去厂里给老板2刀。Holy shit！ 感觉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。老子是刺客，全点的米杰，他妈直接原地起飞！以后老子一天送1000单外卖。兄弟们，法师无敌！哎，前面那个戴面具的家伙，给老子站住！把你身上值钱的都拿出来！爷爷，我最近缺钱花，要不然爷爷的火球术可不认人。告诉你，我大哥是11级法师，不掏钱直接练了你。就你这种垃圾货色，刚刚爷爷我已经砍了3砍，识相的痛快点儿，别耽误老子做下蛋生意。真正的灾难，并非因为末日与现实的融合，而是邪恶的人心与秩序的崩塌。当实力超脱法律约束的范畴，蠢蠢欲动的又何止他们3个蠢货？自己的国家不好好待着，到这里来捣乱，接下来就该轮到你们了。简直太爽了！卡特，是谁说这里是雇佣兵禁地的？我们不还是来去自如？执法者根本拦不住我们。时代变了，明明末日都已经降临，这些华国执法者竟然还在维持秩序，真是脑子坏掉了。华国的高手怎么还不来呀？我提取的技能炽热之拳已经饥渴难耐了。署长查到了，这2人原本就是日不落王牌雇佣兵，末日等级榜前10、24级战士和23级骑士。排行榜前10，我们必须阻止，否则这将是华国的灭顶之灾。小王，从现在起，你负责临时指挥工作，给我火力支援。署长，你当然是给这俩王八蛋上一课，就算是死，老子也要咬下他们一块肉。这点本事吗？结束了。这武器竟然连防御都破不开。轮到我了，你就是江城防御署署长吗？自诩坚不可摧，我就让你亲眼看看我们是如何攻破这座城，杀光你们所有人的。你们会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惩罚？我倒要看看有谁能惩罚我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江城
就要沦陷了吗？只要你现在大声地说华国都是废物，我就饶你一命。你做梦，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！呸！署长，很好，那就去见鬼吧！从此刻起，将无人能阻挡我们的步伐。江城，华国真的要沦陷了吗？华国万岁！谁给你的勇气说我华国无人？既然来了，就一个都别走了！谁？一群宵小之徒，不管你们来自哪里，敢来华国捣乱，只有死！废物！就凭你也想拦住我们？华国人不仅实力弱，连脑子都不好。这不可能！列夫的拳头，刚才可是连火箭弹都无法攻破，现在竟然被单手接住，如此勇猛，这是谁的部将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可是24级战士，全球排名前10。难道你是叶寒？一定是，除了叶寒，不可能有人这么强。叶寒，别杀我，我这就带人离开，我保证此生再也不踏入华国一步。叶寒，背后有你惹不起的人，放了我们，对你只有好处。那我倒是要看看，谁是我惹不起的。其他入侵者在哪？还有3处，不过还没有经过确认。可以了。署长，刚才那人是上面派来的增援吗？上面应该没有这么强大的援兵。他是叶寒大佬吧？应该是，说对吧？这回那帮小崽子惨了。boss， 我真是爱死末日了！以我们几个人属性带来的增益，足以在华国为所欲为。是你想的太简单了。等顿一下，我们立刻回国。可我们刚到这儿，任务还没完成啊！任务，那不过是资本家对华国的试探，而我们在那些人眼里就是炮灰。我怀疑有大人物出手了，我们不该把命留在这儿。以卡特和列夫的实力，到底是谁？难道？据我所知，叶寒就在江城。对，我们这就走，没必要得罪这个怪物。华国不是你们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的。你是谁？刚刚还在讨论我，现在我来了。叶寒，这次的确是我们有错在先，但现在已经打算离开，并没有针对你的意思。你想要什么？只要你放过我们，钱、女人，只要我们能给的，全都给你。末日才刚刚与现实融合，就已经有大批高手趁机潜入，倒不如借机震慑其他入侵和准备入侵的人和势力。这几个都是顶尖高手，相信他们背后的势力应该愿意花些代价吧。叶寒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当然是尽我华国地主之谊了。顶尖高手打包出售，只需2000万金币，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。叶寒出品，假一赔10。首长，这是刚刚在末日论坛审核部拦截的视频，已经确认，笼子里的是日不落特战小队全部队员，为首的是末日排行16的战神阿尔特。为什么要拦截？叶寒这一手做得很漂亮，当街斩杀全球前10高手，抓住整个入侵小队，立刻将视频发出，并且尽可能的扩散出去。首长，这会不会把事态扩大？有件事你必须清楚，现在是非常时刻，华国秩序在崩塌边缘，如果此时还在畏首畏尾，那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万劫不复。明白。厉害，快开船！我们得尽快离开华国境内。时不洛9家高手卡特和列夫死了，连战士阿尔特都被像死狗一样抓住。我们再不走，就真的要去见师婆了。
走得这么匆忙，不留下吃个晚饭吗？柳如烟，我本不想再与你有瓜葛，但你居然敢动齐律师，看来今夜注定充满血腥和杀戮。尽情玩吧。周涛，听说这个齐律师是江寒父亲的好友，与江寒又十分亲近，我有点怕。怕什么？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普通人。江寒叫个律师来要债，明显是在欺负你，我这是在帮你啊！说不定江寒早就死在游戏里了。还有心思在这开派对？1、2、3，都是老熟人，全是柳如烟的核心小团体。原来这么早就组建好，也好，倒是省得我一个一个去找了。江寒，你还活着？那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有件事我得搞清楚，你最好如实回答我。搞清楚你妈！你以为你是谁？敢在我涛哥的地盘闹事儿？我问话，最好不要打断。现在，告诉我齐律师谁杀他？江寒，你以为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公子哥吗？现在世道变了，不是有钱就能为所欲为，要有实力才行。所以，人是你杀的？没错。你当如何？今天能在这里的全都是末日里10级以上的强者，而我是16级法师，精神力更是超过了500。现在你跪在我面前认错，兴许我心善，留你一条狗命。江寒，派齐律师来讨我债，本就是你的不对。虽然周涛杀了齐律师，但你也应该给周涛道歉，我是为你好。贱女人，她还是跟前世一模一样。江寒，你以为用钱就能买到我的真心？你以为给我资源就能对我道德绑架？你错了，我接受你的礼物，但不代表接受你的感情。这世界上只有周涛才能明白我的苦楚。现在他要死了，我把你的心给他，也算你这废物有用了一次。你不是说爱我吗？等我把心脏给周涛，也能每天听到你的心跳，这是我对你的恩赐。江寒，别说杀了你的律师，就算杀了你，也没人能把我怎么……说实话，之前的你那副绿茶样真让人讨厌，我更喜欢你现在这副态度，因为这样，我才能心安理得的一根根敲碎你的骨头。江寒，你疯了！你快点放开周涛，要不然我一辈子都不会再理你。哼，一根手指才一辈子。这怎么可能？如烟已经14级，11级，就算面对20级强者，也不能毫无作用。江寒、叶寒，都有一个寒字，难道？不可能！江寒只不过是个有钱的纨绔，叶寒大神可以是任何人，但绝对不能是他。哦，叶寒大神，绝对是叶寒大神！叶寒大神，今天的事跟我没有关系，我跟周涛和柳如烟也是刚刚才认识。刚认识并不是理由，你们迟早会成为末日里最大的一颗毒瘤。第二个，别过来！第三个。前世他们和我一样，都是柳如烟最忠实的守护者。明明大家都是舔狗，但最后却调转刀口，对我拔刀相向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至于罪魁祸首柳如烟，杀了他太便宜了。
生不如死，才是这个绿茶婊该有的结局。我操，不愧是大佬，一出手竟然招了这么多顶级强者，太尼玛解气了！顶级战士阿尔特连带着小队都被叶寒大佬给一锅端了。这回外国那帮小崽子们肯定不敢再来我们的国家捣乱了。2000万金币，这阿尔特倒是值钱，我到现在才攒了10几枚金币。这么多钱，怕是要国家出面才能凑齐。钱倒是小事儿，脸倒是丢大了。华国简直欺人太甚，杀了我2位顶级高手，还叫整个特战小队挂牌出手，这是将我们日不落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没错，我觉得应立刻与华国方面交涉，让他们道歉，并赔偿我们损失。要知道，卡特和列夫可是我们国家最强的战力，只是去华国当众展现了下实力，就被残忍的杀害。华国这么做太不讲道理了。现在外面已经乱成了一锅粥，哪还有道理可言？已经损失2位顶级战力，特战小队的命必须救。这2000万金币我们给，至于叶寒，他必须得死。立刻取消一切对华国的刺探动作。华国有叶寒在，我们没有可乘之机。不敢！该死的叶寒，居然这么强，百转钢板！接下来我会将全帝国资源倾泻给你，务必将叶寒给我拿下神坛。如果做不到，你就切腹告慰徐福先祖吧。嗨，誓死保卫岛国荣耀。江寒，真的就是叶寒吗？不对，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周涛，你这个混蛋，都怪你！我本来可以做女王住别墅的，你死了，我全部的钱都因为你打了水漂。还有江寒，这么个大男人，我不就是态度稍微差了点，为什么这么小气？这些天我到处找你，给你打电话，为什么你不理我？江寒，我一定会让你回心转意，我不想再过苦日子了。3分钟后将自动进入末日游戏。江寒，既然现实中你不肯见我，那我就在游戏中找到你。生意比预想中的还要火爆。嘿嘿，下个月的租金应该再涨一点了。大人，您要出城吗？辛苦了。什么情况？我眼花了 ？NPC 主动跟玩家打招呼了？这守卫看我们跟看杂鱼一样，见着人倒像是见了亲爹。哎，快进城吧！听说叶寒大佬就在枫叶城，去晚了可就见不到大佬真容了。年轻人，恭喜你到达初级转职阶段。转职要求，请提交任意材料，不限品级，不限数量。与前世一样，许多玩家都会被困在初级转职这道坎儿。看似转职要求并不高，实则转职成功的几率却低得可怜，每次失败冷却3天。当然，提交的材料越好，成功率也就会相应提升。相传，更有机会能获得隐藏之一。我不知道什么材料是最好的，但我知道，负责评定材料品级的就是面前之人。大师，我这里还真有一块绝世珍宝，想请您给看看。物品深色铁片，用于打造新手白钢装备所需的材料之一。你耍我？这明明是名字从 NPC 斯特1金币已到账。年轻人，你这……大师，您看看这材料等级是否是绝世珍品？年轻人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是……名字从 NPC 斯特1金币已到账。年轻人，你这让我很为难呐。为难吗？从 NPC 斯特1金币已到账。超神品材料，祖龙的逆鳞，开启至高转职。恭喜你完成御兽师转职任务，你成功转职为唯一神级隐藏职业兽神控制者。恭喜你转职成功，获得技能金钱段。恭喜你获得皇家御兽师斯特的好感，获得额外巨量经验奖励。恭
恭喜你等级提升至37级，恭喜你等级提升至38级，恭喜你等级提升至41级。哼，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。职业兽神控制者唯一。不愧是神级隐藏职业，在天赋神之力的加成下，以后每升一级，属性加成足足有40点。最重要的，神兽之玉能跟玉兽共享属性加成。要知道，小辉是神级苍天巨人，妥妥的外挂面板啊！等级41级，基础状态生命值1990，魔法值27640，基础属性力量327，体质199，精神2764，敏捷310，特殊属性幸运65，魅力68。啊，所有属性点全都加在了精神上，加上小辉的属性加成，顺利突破了2000大关。不过，这金钱盾，金钱盾1级，获得等同于1%身上金币数量的护盾值，能抵消特殊伤害，免疫护盾、斩杀等特殊词条。注：受到伤害后，金币会等比例消失。啊！我操，这技能！虽然这些天花销巨大，但有被动在，每天都有进账，加上枫叶城租金，也就是说1800万的盾，也许该去尝试一下那个地方了。老夫在这里生活300多年，从不知道，传说中的火神殿竟然坐落在熔岩之地。年轻人，几日不见，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！你的护盾竟比老夫的血量还要高得多。比较幸运而已。虽然前世就知道火神殿，并且其中有一颗神级火风御兽蛋，但这地方的恐怖程度丝毫不弱于巨龙巢穴。若是没有金钱盾，怕是连火神殿大门都到不了。每秒的燃烧伤害，就算是神级梅尔兹，也是提前带了足够的药材赶来。说好了，进去后我们分头行动，各取所需。如果你遇到生命之危，捏碎我给你的爆炸卷轴，我会第一时间带你离开这里。闯入者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速速退去！奶奶的，一大活人还能被你个破雕像给欺负了？我神又怎么样？咋还是财神呢？您正在受到不可探知的力量打击，请立即离开，请立即离开。是 BOSS 吗？小辉，回来！这么强，人还未到就开始掉血了，不能再让小辉出战了。我死了，大不了损失点钱，小辉可是要扣属性的。我操，疼死我了！这一下摔掉老子50万血。啊！怎么闹这么大动静？这小子到底在干什么？那是不死凤凰的气息。不太对劲啊。阁下就是这火神殿的主人火神吗？完蛋了，被封印着都这么强，应该不够他锤几下吧？这要是脱困，我这1000多万的盾……火神赫菲斯托斯将我囚禁于此，待我脱困，定要叫这伪神也尝尝封印之苦。这凤凰并非火神，难道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神级 BOSS？ 我靠，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！见的人类恶魔封印，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责，立刻将封印恢复，否则将你亲手撕碎，最好迎接来自神的怒火吧！来自火神的任务，帮助火神完成封印任务，奖励未知，是否接取？闯入者，赫菲斯托斯即将赶到，帮我脱困。本座助你屠神。
来自不死火凤的任务，帮助他解除封印任务，奖励未知，是否接取？怎么着？可着我一个人祸害啊！你们俩都不说任务奖励，我怎么知道帮谁啊？火神公布奖励，火神的传承。嘿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神明的传承，这可是神迹啊！不死凤凰公布奖励，神级未受大一枚。既是伪神，吾自不会接受其卑劣的传承。前辈，请告诉我如何解除封印。神之封印必须要有神之血，方能抹除锁链上的神性。我需要你从火神的身上取下8滴血。前辈，你真看得起我，连火神的面还没见，护盾就已经掉了200万，金币也损失了2亿，这哪是取火神的血，这是要我的命啊！神之血，财神、兽神算什么？逼近人类，献上你肮脏的生命吧！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破除封印？这个卑贱的人类不能得到神之血！赫菲斯托斯，当年你趁我身产虚弱，联合6个伪神抽我生命本源，还将我囚禁于此。今日你也尝尝被封印的滋味吧！不！人类，过了。这2滴火神之血你收下，用于孵化无之子嗣。火神之血品阶神级，作用用于提升火系御兽天赋，神物天赋升级道具。前辈，只是2滴会不会影响御兽品质？我看它不是还有很多吗？邪修，你成功击杀 BOSS 火神赫菲斯托斯，你的火阶提升至40级，获得物品火神铠甲，属性未鉴定，获得火神之血26瓶。嘿！排行榜前10，怎么杀个15级 BOSS 用了这么久？对不起，老板，这怪物敏捷很高，所以我不想听废话。让你查的叶寒有消息了吗？枫叶城里里外外都找了，没人看到过叶寒的身影。把人都派出去，城里找不到，那就去城外找。就算每个地图都给我反过来，也要把人找到。这样的人必须握在我的手里，他将会是我手中最锐利的一把刀。这人谁呀？好坤巴没素质呀！刚才插队的已经被老板打折了1条腿，居然还有人敢插队！老板，给我鉴定装备。滚去排队，别来烦老子！原来是大人您啊！实在抱歉，忙得我头昏眼花了。您瞧，我先给您鉴定，免费。这对吗？按照老板的性子，不该一锤子砸过去吗？这人莫不是老板亲爹？还他妈的免费，真没天理啊！大家都是流民，凭什么？不对，这人莫非是叶寒大佬？请问是叶寒大佬吗？这人真的是叶寒吗？我靠，这 NPC 尊敬的跟孙子一样，除了叶寒大佬，我想不到还有谁了。火神铠甲传奇级，火神之力被动，生命值降到30%以下，触发精神提高10%。我操，这就是传奇级装扮，闪瞎我的狗眼啊！我全上下就1件白银，其他都是青铜，人比人气死人啊！大家归了看啊！我就是叶寒，叶寒大佬，能加个好友吗？我是你10年老粉。我靠，全是极品装扮！我的小心脏有点受不了了。大佬，我是你13多年的小舅子呀！我姐今天穿了黑丝，加个好友，我发你。大佬带我没比他姐长得好看，另外我也能穿黑丝。大佬，装备卖吗？价格你开。走吧。去见见叶寒。今天过后，我的手里将会有了登顶的底牌。我靠，这人谁啊？连叶寒大佬的路都敢拦，不想在末日里混了吗？啊，不对，我看到了一闪即逝，那也是个大佬。
能收服这么多排行榜大佬，这人恐怕也不简单。这小子看着陌生，前世里似乎没有这号人。不过他身后的几个倒是眼熟，尤其是一闪即逝，前世顶级刺客之一，有名的独行侠，现在却跟在这个青年身后。各位，几个意思？别误会，我没恶意，这次来是想和你谈一笔交易。叶寒，我很看好你加入我麾下，为我做事。现实中你想要什么，我都能满足你。看起来你的确有些背景，可是你装逼的样子我很不喜欢，所以我先送你去复活点冷静冷静。叶寒，我亲自来招揽，已经给足了你面子。一闪即逝，一开始态度也如你这般，但现在呢？你看到他还不是乖乖为我效力？我的手段比你想象的还要叶寒大神真动手了！他的火球术怎么伤害这么高？我的才200多。这回有热闹看了，一闪即逝他们恐怕要跟叶寒拼命了。大家后退，顶级大佬打架，场面肯定惊天动地。叶寒，如果谈不拢，大可不欢而散，没必要杀人吧？你想跟我动手？叶寒，我知道不是你对手，但既然已经归于其麾下，我就不可能无动于衷。得罪了。你被定住了啊！你成功击杀玩家一闪即逝，你成功击杀玩家时时菜菜，你成功击杀玩家聪明秃顶，你成功击杀玩家牛大大大子。破万的伤害，这小家伙是 BOSS 吗？我还以为能看到惊天动地的战斗场面，这完全是单方面屠杀啊！江东霸主啊，江东霸主，你说你非要招惹他叶寒干什么？何人在此打斗？城里禁止打斗，触犯枫叶城律法是要被当场抹杀的。这守卫是80级 NPC， 叶寒大佬这回惨了。大家准备好捡装备，叶寒大佬一定能爆出好东西。是我。好大的胆子，敢在枫叶城内杀人！大人，原来是您！这些流民扰乱枫叶城秩序，您居然不顾高贵的身份，屈尊轻礼。我代表城主府感谢您崇高的精神。老板，叶寒太强了，我们还是别招惹为好。你怕了？既然得不到，那我就把它毁掉。没有人可以拒绝我。10年前，我能做掉姑姑姑父，掌控江氏千亿集团。现在一个小小的叶寒，也想阻止我的脚步？哼，做梦！什么时候的事？3天前，此事我已禀告城主府。前世的天谴是在开服第5年，那时百级玩家遍地走，甚至出现多位神级强者，但就是这样的阵容，却几乎阵亡了1半玩家，才顶住了天谴的威力。眼前的景象，分明是天谴的前兆，可现在9成的玩家连10级都没到。大人不必担心，入冬前天谴不会降临，我们还有3个月准备时间，城卫们会尽力保护域外来客的安全。看来这一世要提前做些准备了。小家伙，别让我失望。大人慢走。妹妹，一个人升级，要不要我们哥几个带你？滚！就凭你们，还不配！小妞还挺横。没事，我喜欢。兄弟们，把他按住，我先来。你们排好队，现实中这种级别的货色可不好找啊！你们敢？放肆！你们敢动我，叶寒不会放过你们！啊，叶寒，榜一大佬，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
我当然是他女朋友。你们敢动我，叶寒绝对会把你们赶尽杀绝。美女骗人也要有点技术含量啊！叶寒大佬的女朋友才15级，还有这一身装备，比我宠物穿的都寒酸。那是因为我刚被 BOSS 爆了装备，我正准备回去找叶寒拿新装备。你可以骂我，可以杀了我，但你他妈把我当傻子，我一点也忍不了了。放开他，我给你们个痛快！谁？难道是华国的地界哪来的老外啊？咋的？何区了？我在华国定居多年，就不能出现在这儿。你们光天化日、朗朗乾坤，调戏良家妇女。停！老外还是个话痨，我们这儿不兴废话，不服就是干。兄弟们，让这老外知道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上呀！揍他！美丽的女士，你不该独自在这危险丛林中。我奥莱特愿意做您最忠诚的骑士。听说域外战场副本已开启，你愿意与我同行？我现在的确需要一个靠山，这个老外很合适。女方之血获得不时时刻。职业财神潜力激活，成功进阶。职业神兽掌控者潜力激活，成功进阶。神之血果然是好东西。职业财神天赋1，财源滚滚10级，财生财，携带在身上的金币每天增加10%。天赋2，一毛多拔10级，玩家死亡后不会掉落金币和道具。天赋3，不负齐天10级，幸运值加150。天赋4，美丽无双10级，魅力值加150。天赋5，财神之力1级，每花费100金币随机属性点加1，每日上限1000。悟性天赋金钱盾10级，获得10%等同于身上金币数量的护盾值，无冷却。直接进阶到10级，每天1000个属性点，还有10%金币进账，什么概念？这才是 bug 呀！尤其是金钱盾，虽然经过火神殿一醒，烧掉1半护盾，目前金币只剩8亿多，但护盾值却足足飙升到了8000万。职业神兽掌控者，天赋神之力10级，成长属性加1000%，天赋魔力元神1级，精神加200%，力量加200%，体质加200%，敏捷加2%。天赋神兽光环10级，御兽属性加100%。天赋神兽之域10级，玩家与御兽共享50%最终属性相乘。不愧是隐藏职业，一个比一个狠啊！玩家叶寒，职业财神为1，神兽掌控者为1，等级45。40级的时候精神属性才2700多，现在45级，通过天赋及御兽共享加成，居然到了16000多。这还没算小辉才30级，等小辉等级提升，属性估计还要再上一阶段。唉，开服到现在10几亿的真金白银总算没白花呀。域外战场开启时间剩余29分钟59秒。版图混战终于开启了吗？那些觊觎华国的宵小，不知道这次可敢一战。3等1，来个血牛，有大佬带队，来个大佬，职业不限，每天20金币。哥，要是实在找不到队友，我们俩就自己进副本吧，大不了见了人躲远点。对不起小雨，都怪哥大意，害得咱俩被那几个混蛋爆了装备，属性也掉了一大截，等级更是跟不上大部队。这里本就不是现实世界，拳头大才是硬道理。我们想要生存，就必须时刻保持警惕。哥，你心思单纯，切勿再轻易相信他人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小雨，以后哥都听你的。请问你们招队友吗？藏头鼠辈，你看起来可不像什么好人，我不想收你。哥，倒也不用这般小心。阁下是刺客吧？多少级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身份还不能过早暴露。好在之前爆了一件斗衣，能隐藏自己的信息。20级刺客，我叫叶昌，
既然这样，我先讲好，虽然你等级比我们高，但进入副本后，你需要听从我指挥，装备物资由我统一分配。当然，我会保证绝对公平。没问题。小雨点发起组队邀请，是否同意？欢迎加入。再等一个人，咱们就进副本。哥们儿，你这面具不错呀，哪儿买的？我也去买一个。还有，一会儿进了副本别离我太远，我奶量超厚。另外，车有车行。前世后期最强的奶妈，曾是多个顶级公会的座上宾。那时候我一心只注意李如烟，与这家伙并没有交集，没想到却是个话痨。队长小姐开启程序，即将进入副本意外战场。到了这里，大家要格外小心，不光要注意诡异妖兽，更要防范其他人。从现在起，任何人不许离队。你说的咋这么吓人？咱们自己刷怪，难不成还有人来捣乱吗？域外战场，各个国家版图互通的一张地图，算是中立区。在这里，战功是唯一的硬通货币，杀妖兽可得战功，杀人亦可夺取战功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接下来我哥会打头阵，我和奶妈在中间比断后，没问题吧？不愧是前世顶级公会的指挥官，小雨点在其他人还没研究明白规则之时，他已经做好了全部规划。已经上入过魔王，战功+10。哇，你这伤害简直太恐怖了！要不是你并非御手师，我都要怀疑你是夜寒大神了。大神都在排行榜上呢。小鱼电团队平均战功760，排名1万枪。唉，都怪我拖你们后腿，要不然凭你们的等级和能力，说不定会上榜。别气馁，这才刚开始。域外战场这么多大佬，我们没上榜也在情理之中。不过我怎么没在榜上看到夜寒大佬的名字？是啊，难道夜寒大神并没有来域外战场吗？说不定他加入了某个队伍，毕竟榜上只显示队长的名字。夜叉说的有道理，要是夜寒大佬能来我们队，那我们岂不是起飞了？哎，行了，别做梦了，天快黑了，抓紧原地休整，继续猎杀。前面那几个废物，还不赶紧给大爷献上战功！他们什么意思？想搞我们吗？很明显，他们头上的战功肯定搞了不止一队。还有个华国妹子，没胸没屁股的，马尔瑟，赏你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先送其他人回家，受死吧！动手！嘿嘿，居然还敢反抗！混蛋，你做什么？往后看。结束。这不可能！成功击杀赫尔文小队，当前战功4340。我操！我们真的反杀成功了，白捡了3000多战功，太爽了！不过也挺气人的，外国佬居然先奔着我来，看我好欺负吗？当然要先杀你，你可是咱们队续航关键。如果他刚才成功了，那被灭队的就是我们了。这次多谢你了。应该是有 BOSS 朝我们这边来了。哎，这是哪只小队？这么倒霉，居然被发狂的 BOSS 盯上。几个还没到20级的新兵蛋子，这回算是凉透了。糟了 ，BOSS 收血锁定我们了。夜叉，你速度快，带着我哥和奶妈走，我留下断后。不行，你走，我是你哥，当然我来断后。断后？怎么断？你哪还有命在呀？要不我给你们加血，咱们试试杀出去。听我哥的，要不然谁也走不了。我们不能灭队，要保住战功。怕是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。对不起，
是我指挥失误，导致大家陷入绝境。无所谓，大不了损失点属性，清空战功，复活重新再来。夜叉，你是刺客，速度快，没必要跟我们送死。我帮你扛住伤害，你试试逃出去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这个家伙居然还想着我。虽然只是临时凑起来的草台班子，倒是我前世从未感受过的。一会儿跟在我身后就行，保护好自己的同时，时刻关注他们俩血量。别问，别说，照我说的做。出来吧，小慧。好。小慧，那个家伙交给你。恭喜你，御兽蛋孵化成功，昵称暂无，种族不死复活，神话级，等级1级。天赋绝对压制，对神话级生物伤害加30%，神话级以下伤害加50%，受到伤害减50%。天赋火焰至尊，火属性伤害减免加100%，火属性增伤加100%。天赋神话血脉，生命恢复场生命值每秒，魔力回复2%，魔法值每秒。技能焚天烈焰，群体攻击，方圆100米生物，每秒60%精神值火焰伤害，持续5秒，冷却30秒。技能陨天彗星，群体技能，方圆50米内生物300%精神值伤害，冷却5秒。技能灵魂碎爆，被动技能，单位被击杀死亡后点燃灵魂，灼伤周围敌对单位，造成10%生命上限伤害。技能不死涅槃，被动受到致命伤会强制锁定1点血量，期间免疫一切伤害，10秒后进入涅槃状态，当前剩余涅槃次数3。小凤凰还真是及时雨，有了神兽掌控者天赋的加成，1级的小凤凰属性就这么变态。现在的伤害，哼！按照夜叉所说，靠拢侦查，配合夜叉。其实叫夜叉，云天彗星。承受了陨天彗星还没有死的怪物，被灵魂爆碎再一次砸得粉碎。不死凤凰的主动技能加上变态的被动，对付这种逆弹的怪物群，简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。你击杀了巨牛蟹，获得战功20点。你击杀了，恭喜你！等级成功提升到46级米，等级提升到47级。什么情况？地震了？不是地震，你们看！啊，这谁啊？这伤害真是玩家吗？恐怖如斯，一个夜寒就已经难以应对，又来了这么个大神，我岛国哪还有出头之日啊？难道我唯有自裁，以谢先祖吗？基因魔牛获得战功5000点，恭喜你！御兽苍天巨龙等级提升到53级，恭喜你！御兽不死凤凰等级提升到38级。他妈的！这么一会儿，我升了10级。夜叉，你……哥，都到现在了，你还看不出他到底是谁吗？我想你就是夜寒大神吧？夜寒？你说他是夜寒？除了夜寒大神，我想不到还有谁能如此恐怖。抱歉，之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隐藏了身份，还请见谅。大佬，没想到我心心念念的大佬原来就在我们队伍，我是你的粉丝呀！夜寒，你的实力我们都看到了，带着我们的确会拖了你的后腿，要不你继续指挥，我带你冲榜。啊，好。你说什么？外来客的一个小队竟然灭了发狂兽潮，这怎么可能？而且据我观察，这队最高也才53级。所以说，这些域外来客终于要在这个时候要结出果实，为我们光明城带来生机。没错，至少妖物先行者的压力减轻了一部分，也许他们真的能阻止天谴的发生。你击杀了精英魔虎，获得战功50点。域外战场虽然危机四伏，但升级的确是真的快。我们现在4万多的战功，想必已经领先其他人很远了。第1名
小雨点团队战功1526万5000。战功65870，第4名。62850。排行榜出 bug 了，我怎么可能1000名开外？这个小雨点又是他妈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最高战功才8万多，他凭什么1000多万？哎呀，他是把域外战场给炸了吗？不可能啊！小雨点和他哥根本就是底层游民，他们怎么可能冲到榜1，甚至断层领先这么多？如烟公主，你认识他们，能到榜1，想必是有过人之处。不如你代为引荐，看看能不能一起刷冠。他不过是一个常年在底层游走的小人物，我怎么可能认识这样的人？不认识，不可能有人比我更优秀。等我找到江寒，我要把所有人踩在脚下。我让你帮我打听的人怎么样了？对不起，如烟公主，我已经发动了所有朋友，只知道叶寒大神进了域外战场之后就没了踪影。江寒，你还是放不下吗？为什么一直躲着我？哼！不过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啊！这不9级 BOSS 啊！域外战场里居然有这么可怕的生物！快跑！完了，我已经复活过3次了，这次真的见不到爸爸了。炸了半个域外战场，不朽级 BOSS 才舍得出来吗？在小辉的龙威面前，不朽级也得眩晕1.5秒。我操！我眼花了吗？我看到了什么？100万伤害 ，BOSS 跑了！老子玩这么久游戏，只见过玩家被 BOSS 撵得满地跑，今天算是长见识了。不朽级 BOSS 这么穷，这弓箭未鉴定，但我估摸着不朽级 BOSS 应该不会太差劲，你留着吧。我不能要，这2天我们一点力都没出，蹭了不少战功和经验，这装备我不能再拿了。不说好了装备你统一分配吗？格局放开点，真正的好东西还在城内呢。啊，你是说？是时候去城里挥霍一把了。5万战功以下去对面杂货铺换东西，8万以下去酒楼，10万以下去城主府。那3000万去哪儿？啊！我操！3000万！你把域外战场的妖物给种族灭绝了！哼，那你别管，先给我来一套超凡御兽师装备，要矮人族打造的精品，剩下的给我还御兽蛋，有多少要多少。累积了这么多战功，可不是留着看的。这玩意儿又不是金币，留在身上还能下载。大人，你开玩笑吧？你要的装备需要500万战功，剩下的如果全换成御兽蛋，足有上千颗，这也是我们全部库存。另外，大人，你要这么多蛋干什么？我是御兽师，你说我要蛋干什么？难不成开早餐店啊？废话真多，快点去拿。不是我不给你，只是有规定，一个人最多只能兑换10枚御兽蛋。当然，这样也只是防止有人利用战功倒卖御兽蛋，并非针对大人您。还有这规定？前世倒是陪柳如烟来过这域外战场，那时候职业是骑士，倒是没打听过御兽蛋的兑换规则。本来还打算弄一个御兽军团，用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天谴，看来得想其他办法了。10枚就10枚，我要品质最高的，最好全是超凡级，要是有君王级更好。
大人说笑了，我们这没有君王级御兽弹，超凡级也只有3枚，而且限量1枚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有这战功有何用？按照叶寒大人说的，1000枚御兽弹都拿出来。见过御手大人，想必你就是前几日炸毁半个域外战场之人吧？你听说过我的故事？域外战场隐藏着4只不朽级 BOSS， 他们的身上藏着阻止天谴的办法。只要你能拿到城主府还有3枚君王级御兽弹，12枚超凡级，连带着1000枚一并双手奉上。隐藏任务：域外战场中有4只不朽级 BOSS， 他们身上藏有阻止天谴的办法。阻止天谴，倒是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。哪怕不是为了这奖励，这件事我也要去做。叶寒，你送我的这件装备好像有问题。我去城里鉴定，发现这的确是把普通弓箭，但里面却藏着一块未知碎片。天谴碎片！天哪，你们竟然真的得到了一块！域外来客，我代表光明城，代表整个大陆，感谢你！任务完成度25%。怎么觉着这关乎整个蓝星存亡的任务，貌似并不难。叶寒，我刚兑换完装备，就听说城外已经血流成河了。外国小崽子们联合起来，把华国人全都堵在了城外，公然抢夺战功，欺人太甚！华国人有难，我们小雨点团队肯定要帮场子。公然欺辱我华国玩家，当我华国无人吗？华国护国军在此，哪个敢造次？本座还是岛国天皇第6子，你有我的身份尊贵吗？我劝你们快点交出战功，别做无谓的挣扎。天皇6子，我是近亲生产的低能儿，你算个狗屁！老子就算死，也要拉你垫背！我们虽然等级低，但我们有骨气，想要战功，有本事就来拿！你们记住，等叶寒大神到了，吃多少进去，他都会让你们双倍吐出来。叶寒，域外战场已经开了这么多天，你可曾见过叶寒上榜？在我看来，他只不过是利用了游戏 bug， 等级升得快些，至于实力，根本就是滑架子。废什么话！杀光华国人，抢到多少战功，各凭本事。老板，我们不下去吗？难道眼睁睁看着咱们华国人被屠杀？老板，我们不能这么干瞅着吧？老板，下令吧！怎么，你们忘了自己的身份？记住，你们首先是我的手下，其次才是华国人。我没下命令，任何人不许动。可是个屁！就你们有爱国情怀，现在下去，你们就是炮灰。等下面打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再去，可以收获更多的战功，这叫收益最大化，懂不懂？哎哈！大家小心，本儿锦衣夜行，分散战队。老子的尊严在华国丢失，今天我要重新拿回来。哼，被叶寒大神装进狗笼子的时候，可没见你这么硬气。首长，这些人有备而来，我们的玩家都是刚经过怪物洗礼，大部分人装备都没有来得及修理，情况对我们很不利。粗略统计，目前战损比已达到了外国1比华国6。华国已经力竭，战功就在眼前，所有人给我冲！我的首次阵亡就要在这了吗？死固然不怕，但这耻辱我当真无法接受。跟他们拼了，大不了复活，再跟他们干。杀我可以，让我投降，做梦！最后一次复活，杀了3个，老子也算够本了，死就死吧。华国人，你们的榜一叶寒呢？家长不敢来了吧？让他出来，我要跟他战！不！就你也配挑战叶凡大神？先尝尝姑奶奶的剑！追杀畜生！是战功榜榜一小雨点团队，
他们来救我们了。虽然从未听说过这个队伍，但碾压式断层连线，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。我们有救了！外国鬼子们，你们的末日来了！这就是炸了半个域外战场的队伍吗？那天离得远，我隐约看到他们似乎有4个人吧，现在怎么只有3个？我们怎么办？这仗还能打吗？打？为什么不打？3000多万的战功，杀了这队，比屠尽整个华国更划算。没错，他们再厉害，也只是3个人，还有一个没有输出的奶妈。糟了，要是让那几个混蛋拿到1000万战功，局面就再也压制不住了。兄弟，你虽然不是军人，但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，不愧为我华国第2强者。趁现在，我希望你保护华国玩家进城，我来保护小雨点。大不了复活点剑，就是现在，杀小雨点！啊？你说什么？还需要重复第2遍吗？我让你们杀了小雨点，把战功给我抢来！小雨点现身救场，咱们非但不帮忙，还要背后捅刀子。老板，这活我不干了！遗臭万年的事我们不干。我虽然喜欢钱，但也有底线。好，你们真是反了！别忘了你们的处境，一帮没爹没妈的家伙。要不是我出钱给你们孤儿院院长续命，他早就死了。记住，老子可以让他活，也能让他死。拿捏你们就如同拿捏几只蚂蚁，没人能反抗我。杀了江东霸主，院长的医药费我来负责。你是谁？敢管老子的事？江东霸主原名江林，10年前高考落榜，费尽心机投靠当时市值1000亿的江氏集团总裁的姑父。面对他们的尽心栽培，你却因为野心设计将其害死，并取而代之。江林，我没说错吧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不可能，怎么会有人知道我的秘密？哼，叶寒，原来你也在域外战场。少爷，叶寒，你装神弄鬼，是觉得我杀不了你吗？你这个废物，当然杀不了。你以为搞出这么大场面就能渔翁得利？江林，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。叶寒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这场针对华国玩家的屠杀？没错，就是你们敬爱的老板江东霸主一手设计的。啊！各位都是各个国家的顶尖战力，一呼百应，无人不从。但就整个末日而言，几位的影响力却并不那么强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一个人，叶寒，他的出现，断层碾压，以致让整个游戏失去了平衡。若是想要打破这份平衡，眼下就有一个天赐良机——域外战场。江林，这一切真的是你干的？啊，不对，叶寒怎么可能知道的这么清楚？哼，我亲眼所见，大人，他们当时就是这么说的。你的了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叶寒，虽然之前我想招揽你，但自问没与你结仇，为什么你要针对我？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原因，也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。叶寒，别杀我！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我想要你死！江林还有一次复活机会，交给你了。我刚才说的话还算数，院长的医药费我来负责。就算您没有条件，这样的人渣我也不会放过他。你们几个去帮小雨点，这个人渣交给我。记住，我们是戴罪之身，豁出命也要宰了那群外国杂碎。活这群外国杂碎！小雨点，一会儿我扛住伤害，给你们杀出一条路。带着队员速度进城。皇人大哥，不必这么悲观。眼下这种情况，还笑得出来，你们就不该出来。情况虽然看着有点糟糕，但真的不用太紧张。嘿嘿，狂人大哥，你忘记了满编小队是4个人。啊，4个人？你们3个？那云、天、卫、星。
叶寒，小雨点儿，你们队另一个队员是叶寒大神，不然你以为谁有能力炸掉半个域外战场？我们3个吗？我操！百万伤害，玩你电呢！叶寒来了！叶寒大神，是叶寒大神！哼，这群外国小杂种们死定了！兄弟们，堵住复活点，一个都别让他们跑！别跑，卷毛黄！刚才就你砍得最凶。孙子，跟爷爷大战300回合！你离我远点儿！我不喜欢你的名字。你是说天谴即将到来，不仅仅是在游戏中，甚至会降临在现实？这次关乎的不仅仅是几万人的性命，也许整个蓝星都要化为灰烬。你的话我会原封不动地传达给首长。叶寒，接下来说说你的计划。我的一具分身被毁，不死凤凰逃脱，这批域外来客的成长比我们预计的要更快。域外来客的灵魂之力比不死凤凰的本源之力要精纯得多，我已经感觉到封印的松动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能离开这该死的神器之地。3万年前，至高神红军将我们封禁在这神器大陆，永世不出。但他绝对想不到，我们利用神器大陆为背景，规则之力灌输，创造了末日游戏。可怜这些域外来客，还以为自己是天选之人，实则只是解除封建的养料。第4枚碎片。任务天谴的线索，登录这一把。恭喜你完成任务，天谴的线索。任务物品，恭喜你获得任务奖励：统领级预售弹乘1000，超凡级预售弹乘15，君王级预售弹乘3。天谴的线索现在倒是比预售弹更紧要。物品：天谴的线索。描述：请分别前往矮人部落、精灵森林、妖族巢穴、龙族圣地、至尊殿堂，获取5族之心。获取5族之心，原来真正的难题在这儿。且不说矮人和精灵2族常年隐居深山，踪迹隐蔽，就是龙族之地，也是9死1生。不管多难，必须试试，绝不能让天谴降临现实。敌气！什么情况？游戏开辟新玩法了？别担心，这种级别的受潮，枫叶城守卫军团挡得住。这不是天降喜事吗？受潮结束，我们直接去捡装备就行了。第一波受潮于3分钟后到达，请玩家们做好准备。来吧，老子的大刀已经饥渴难耐了。兄弟们冲啊！跟着守卫身后补刀就行。冲啊！此地不欢迎外来者，还请速速离开。我们并无恶意，还请通报族长，我们有要事相商。啥事儿也不行。矮人族性格孤僻，没直接动手算是给面子了。你这么说没用的，还是我来吧。大壮，我怎么忽然看他挺顺眼的？要不你去通报族长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外来人，虽然我对你有些好感，但你的要求绝对不小。爱人之心是我们世代守护之物，岂能是你一句话就能带走的？那请问如何做，您才能将矮人之心交给我？除非你能当着我的面锻造一件神器，否则免谈。这怎么可能？叶寒并非锻造师，更何况神器级别的装备，整个大陆也没几个人能锻造出来吧？您这不是为难人吗？很不巧，本人就是神级锻造师。如果觉得困难，你们可以随时离开。可……好，一言为定。开启引头复活，奋斗神器材料不限，使出现，人物路线，任务奖励人之心。
族长，这个外来人是打算用这块普通黑铁打造神器，这简直是做梦！唉，妹，怎么办？叶寒好像上头了，这要是打造不出来，我们是不是走不了了？我看这群矮人装备精良，我们可不一定打得过呀。唉，我操！神奇的光芒！恭喜你打造成功武器神奇的普通匕首。开什么玩笑，这也能成功啊！物品神奇普通匕首，基础属性力量加52%，敏捷加32%，特殊属性暴击加30%，暴击伤害加100%，技能隐身，使用后可以逆身形15秒，其期间攻击不会现形，冷却30分钟。怪不得叫神奇的普通匕首，这属性真他妈拉胯。但这技能简直是变态到离谱，死了的不知道是被谁杀的刺客职业的完美武器呀！我虽然不懂锻造，但我可是财神，千万分之一的几率打造出神器，我花了整整4亿金币才升到100%。虽然有瑕疵，但确实是属于神器，相信矮人王会信守承诺。那当然，矮人说一不二。你完成任务，矮人之心就是你的。也许你真的是天选之人，希望你能成功。如果真有你说的那天，我矮人也将出一份力。好，恭喜你完成任务，奖励物品矮人之心。恭喜你获得矮人王好感，获得巨量经验奖励。恭喜你等级提升至79。这巨量经验果然够奖。我怎么莫名其妙的升了10几级？叶寒，这什么情况？没法解释，偷着乐就行。走，出发精灵森林。已经第12波了，玩家死伤过半。按照叶寒所说，这还并非真正的天谴。如果拦不住，怪物进入现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行者的危机来了！精灵可比矮人好应对多了，亮出魅力值，这些家伙就差直接跪在地上了。现在已经拿到2颗五族之心，必须在天谴到来前集齐剩下3颗。刚收到消息，怪物已经攻占了130多座城池，所属城池玩家全部被屠戮殆尽，枫叶城的损失也已经过半。看来我们要抓紧时间了。接下来去哪儿？妖族巢穴？妖族之心不用我们考虑，自会有人替我们拿回来。除了我们，还有其他人也在找五族之心。蒙斯，你愿意做我的骑士吗？美丽的女士，我愿意做你的骑士，整个妖族都会成为你的后盾，不论你需要什么，我都会给你。那可真是太好了。无言，为什么我对你这么好？我倾尽妖族所有，帮你升级，助你转职。我的确接受了你的好意，但不等于就同意了你的感情。我可没这么廉价，能有今天的成就，都是我自己努力。这个世界只有江寒才懂我的苦楚。有了妖族之心，以后我是妖王，江寒一定会重新爱上我。恭喜你击杀了 BOSS 妖族之王，获得物品妖族之心。恭喜你击杀了妖族之王，获得巨量经验。恭喜你等级提升至95级。小慧，该走了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。叶寒，你说的妖族之心有人会替我们拿，是谁啊？恭喜玩家柳如烟成功击杀 BOSS 妖族之王。前世被掏心的并不止我一个，妖王蒙斯被柳如烟美貌吸引，付出的并不比我少，可最后不仅葬送整个妖族，连带着心脏也被柳如烟掏走。
唉，舔狗，怎么会这样？老子在域外战场都活下来了，难道要死在枫叶城？传送车夫已经被杀了，我们想逃都逃不掉。天哪！谁来救救我们？枫叶城在此屹立1000年，经历受潮100余次，从未遇到完全由统领级 BOSS 组成的受潮。守军只剩16人，城外来客也已筋疲力尽。难道枫叶城将要毁在我的手上吗？叶寒大佬怎么还没出现？他不管我们了吗？叶寒不会是逃走了吧？闭嘴！叶寒在为我们搬救兵求援，他一定会回来。现在所有城池都陷入危机，哪里还有援兵？哎呀，这种级别的受潮，恐怕要上千个100级强者才能挡得住。哎呀，整个末日游戏中又有几个啊？100级有几个我不清楚，神级老夫这边倒是有3个。枫叶城城主何在？因叶寒相邀，老夫率至尊殿堂256名强者赶来支援。大陆最顶级势力之一，至尊殿堂，叶寒竟真的搬到了救兵。3位神级，253名100级强者。至尊殿堂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从未听说过？叶寒大神没骗我们，我们有救了。可是仅凭这200多人，真的能扛住上万只统领级 BOSS 吗？矮人族受叶寒相邀，率3400矮人前来助战。精灵族受叶寒相邀，率6700众前来助战。龙族应叶寒相邀，派7名神级前来助阵。我尼玛，一个神秘的至尊殿堂已经惊掉了下巴。叶寒大神居然连龙族都请出来了。叶寒大神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竟真的请来了这么多强者助阵。稳了，这回稳了！叶寒大神万岁！叶寒果然没让人失望。在真正的神奇面前，神级不过是大一点的耙翼，就凭你们也想拦住天谴的步伐？神奇？神奇是什么？是真正的神，掌控规则之力的神。普通神级强者，在他面前恐怕会被直接秒杀。神级强者被秒杀？这怎么可能？域外来客，乃恶魔化身。火神赫斯托菲斯以神之名宣判死刑。你才是恶魔，老子是正面人物。就是你搞的受潮吧，还自称神？我看你是神经病！要杀就杀，别乱给老子扣帽子！怎么回事？老子的火球术怎么发不出来了？要不我炸死他丫的！我的也释放不了了。这下糟了，在火之规则面前，任何火系技能都将无用。叶寒，我们尽力了。神真的不是人类所能抗衡的。一群被囚禁于此的狼狈之徒，也敢妄称神？叶寒，技能被挡住了。之前的分身并没有使用火之规则的能力，这才被不死凤凰偷袭。是你毁我火神殿的家伙！你以为只有你拥有规则之力？哼！哈哈，卑微的人类，连我的防御都破不了，就算你收服不死凤凰又如何？还不是……这怎么可能？这就是我的规则之力。难道你也成为神奇了？你杀了我，其他神奇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你说的是他们吧？忘了告诉你，在我来之前先找到了他们，你是最后一个。神王他们，这不可能！从你们打造末日
试图获取玩家灵魂，准备解除封印的那天起，这个结局已然注定。因为我们的世界不需要神，不许有神。一切都结束了吗？末日游戏已经坍塌，但真正的末日却从此刻开始。